从息屏到桌面一气呵成，这就是 Flyme 独特的 Alive 壁纸。使用 Alive 壁纸时，更换桌面壁纸，锁屏壁纸也会同时更换。热爱、定胜清、波子汽水壁纸各有多种锁屏效果或桌面效果，可以更改时间样式、颜色、布局以及日期。插件可以选择6种，最多可以显示4:1空间。每个圆形插件占1:1空间，每个矩形插件占2:1空间，可以根据喜好自由搭配。息屏显示风格可以选择 Alive 息屏、同步锁屏、图案类、文字类、照片类。图案类默认有7种可供选择。文字类默认有4种可供选择，也可以自定义签名、排版、颜色等。照片类默认有1张图片可供选择，也可以从图库里自定义照片，可以选择是否开启通知提示。息屏插件可以直接同步锁屏插件，也可以重新设置。息屏风格也可以直接关闭。如果选择文字壁纸，就只能选择一种锁屏效果或桌面效果。息屏显示风格只能同步锁屏，选择文字类。系统内置20张默认壁纸，其他壁纸可以在主机美化应用中免费获取。使用默认壁纸时，更换桌面壁纸后，锁屏壁纸不会同时更换。此外，锁屏效果有3种，锁屏纹理有4种，可以生成12种搭配。桌面效果有8种。息屏显示风格将不会有 Alive 息屏，但是会多出其他6种。点击管理就能查看设置过的所有壁纸，可以直接应用之前的壁纸，或者删除。使用 AI 也可以生成壁纸。每种壁纸都有几个关键词，每个关键词都有不同的选择，它们决定了壁纸的最终效果。生成的壁纸可以直接保存在本地，而壁纸的分辨率就是手机屏幕的分辨率。锁屏画报中可以开启节日壁纸，这样仅在节气或节日的那一天， Flyme 会自动将锁屏和桌面壁纸替换为专属的壁纸，非常精美，很推荐。至于锁屏画报，不建议开启。手机默认内置了3套主题，其他主题可以在主题美化应用中获取，免费的和付费的都有。另外，从 Flyme 1到 Flyme 10的所有主题都可以在主题美化应用中免费使用，非常适合怀旧。息屏显示模式可以选择时钟显示、定时显示、移动手机显示或者关闭。息屏时来通知可以选择不亮屏、亮屏、圆圈和光痕3种效果。指纹解锁时可以选择4种指纹动画，但不可以不选择。指纹解锁并长按，可以用小窗形式自定义打开某个应用或者某个功能。我一般设置为常用的聚合支付功能，去超市购物结算时非常方便。可以开启双击亮屏，在息屏界面下，双击屏幕会进入锁屏界面，再次双击会回到息屏界面。还可以开启台湾亮屏，在息屏界面下，拿起手机会进入锁屏界面。开启注视时不锁屏后，前置镜头会捕捉人眼信息，当眼睛一直看屏幕的时候，手机不会熄屏。而开启双击锁屏后，在桌面空白处双击屏幕，手机会切回到熄屏状态。底部左侧按钮为手电筒，右侧按钮为相机，都无法自定义，都需要按下才能使用，按下都有声音和按压震感。锁屏状态下打开相机，无法查看手机之前拍的照片，
也有更快打开相机的方式——双击电源键。屏幕任意位置上滑即可呼出密码解锁界面，直接输入密码就能解锁，不用点击确定。当然，还可以紧急拨号。如果通知和控制中心选择独立面板，那么在屏幕上边框左侧约3/4区域下滑，呼出通知中心；在屏幕上边框右侧约1/4区域下滑，呼出控制中心。此时，如果选择下滑呼出通知中心，桌面任意位置下滑会呼出通知中心，再次下滑呼出控制中心，再次上滑呼出通知中心，再次上滑回到桌面。如果选择下滑呼出控制中心，只能做到桌面任意位置下滑呼出控制中心，再次上滑回到桌面。如果通知和控制中心选择经典面板，当有消息时，屏幕上面框任意位置下滑，呼出控制中心部分按钮和通知中心，再次下滑，通知中心消失，完整控制中心出现。当没有消息时，屏幕上面框任意位置下滑，请呼出完整控制中心。这种情况下，桌面任意位置下滑呼出，无论选择通知中心还是控制中心，都是同样的效果。可以开启锁屏访问控制中心，这样在锁屏状态下，如果通知和控制中心选择独立面板，屏幕上面框右侧约1/4区域下滑，可以呼出控制中心；如果通知和控制中心选择经典面板，屏幕上面框任意位置下滑，都可以呼出控制中心。当有通知时，点击单条通知，可以以小窗形式查看消息。长按单条通知，可以对该应用的通知做出详细设置。同一个应用的消息有时会合并显示。向左或右滑动通知，可以删除通知；点击最下方按钮，可以清除全部通知；点击右上角图标，可以查看不重要的通知。在通知管理方面，应用可以按发送时间排序和发送频率排序，方便选择关掉哪些应用的通知。显示全部应用时，屏幕右侧会出现应用名称首字母定位条，方便定位。另外，还可以查看已经关闭通知的应用。锁屏时可以显示全部通知，显示提醒通知，不显示通知，仅显示新通知。通知的内容可以选择关闭，从而保护隐私。桌面应用图标角标通知，可以选择红点通知或者数字通知。长按大部分控制中心开关，可以进入对应小窗形态的设置界面。开关右侧有小三角的，可以点击进入快速选择的小窗界面。点击右上方右侧按钮，可以编辑控制中心开关，可以选择是否显示开关名称，可以自定义要显示的控制开关。系统开关和应用开关做了区分，而且音乐控制开关也可以选择是否关闭。Flyme 的状态栏图标可以自定义，尤其是在电池图标中，电量百分比除了可以显示在电池图标外，电池图标内不显示，还可以只显示百分比，不显示电池图标，非常大胆。另外，还有一种类似灵动岛的实况通知，会显示在状态栏左侧，一般一些在后台运行而且需要随时查看或操控的应用才会有，比如音乐播放器、录音机等等。Flyme 的桌面没有抽屉模式，有超大字体简易模式。系统默认只有一套字体，其他字体可以在主题美化应用中获取，免费的和付费的都有。字体共有鸡蛋大小调整。可以无极调整粗细，另外还可以调整3档字体的整体显示大小。桌面图标有3种风格可以选择，图标大小可以自由无极调整，桌面插件可以堆叠摆放，上下滑动可以循环切换。桌面图标和插件的名称可以单独调整，有4档可以选择或者不显示。可以开启 Flyme 风格的图标和插件，从而优化原来的图标和插件。桌面布局支持4列6行和5列6行，应用卸载后可以选择是否自动补位，可以锁定桌面布局，防止误触扰乱布局。桌面左右两侧上下滑动会显示应用名称首字母定位条，滑动时有震感反馈，可以快速定位应用。桌面文件夹可以选择传统小文件夹，
进入文件夹才可以打开应用。长按文件夹，选择放大文件夹，也就是9宫格，在文件夹上直接点击就能进入应用。点击末尾的多图标按钮，可以进入文件夹内查看所有应用。单指长按桌面空白区域，或者双指在桌面音盒，即可进入桌面美化模式。可以添加插件、改壁纸、进行桌面设置，也可以批量选择应用成组，放进小文件夹里，批量卸载应用，图标自动上对齐或下对齐。Flyme 的交互震感反馈在整个安卓生态的设备中都是数一数二的。导航手势默认为安卓通用手势。左右边框侧滑返回，可以选择是否开启震感反馈。底部边框上滑回到桌面，无震感反馈；底部边框上滑悬停多任务，有震感反馈。左右滑动底部边框可以切换应用。这个模式下，可以额外开启 Flyme 从非全面屏时代至今的传家宝 M-Back。轻触 M-Back 返回有震感反馈，重按或者长按可以自定义操作，有非常逼真的按压震感。M-Back 的触感音量、轻触、按压的震感都可以自定义调节。另外，也可以选择古老的3键按钮，返回键和多任务键可以调换位置。长按 Home 键可以唤醒语音助手 IC。上滑应用可以清除单个应用，点击最底下的清理按钮可以清除所有应用。下滑应用或者点击左上方应用图标，可以显示快捷操作，分别是锁定应用、后台模糊应用窗口、悬浮形态小窗显示应用信息。Flyme 的飞屏叫 IC 纵览，可以自由选择开关。飞屏可以自由添加或删除各种插件。除了系统应用和第三方应用的插件外，还有2种值得一提的插件，一个是 IC 建议，另一个是 IC 纵览。IC 建议中可以根据使用习惯或使用场景选择2类插件。IC 纵览中可以添加个性语录、股市行情、快递动态、快捷功能、停车位置、通勤耗时、我的收藏、智能家居等这几类插件。飞屏的单个插件可以自由移动到桌面，桌面的单个插件也可以自由移动到飞屏。但是飞屏的插件不能堆叠摆放，桌面的插件堆叠摆放后不能移动到飞屏。快捷功能至少需要自定义4个，最多8个，如果没有自定义满8个，系统会帮忙自定义。可以选择是否在桌面显示 AI 搜索，也就是 IC 语义的文字模式，搜索入口和手机桌面的页数提示整合在了一起。当桌面翻页时显示页数提示，当停止翻页时显示搜索入口。可以开启桌面上滑呼出搜索，当然屏幕任意位置下滑也可以呼出搜索，不过我一般设置为呼出通知中心。另外飞屏也可以呼出搜索。点击搜索框右侧的相机图标，可以使用拍照实物功能。点击3个点可以进入搜索设置，搜索项可以自由选择。搜索引擎目前仅支持百度。